大家好，我是白宇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谢晋元的家书。谢晋元宁愿死，不退让，不投降。谢晋元，字忠民，广东蕉岭人，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。813淞沪会战中，他是4行仓库保卫战的指挥者。1937年10月26日，813淞沪会战进入到最后阶段，国民党军队决定全线西撤，命88师断后。当日深夜，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急匆匆赶回团部，手里攥着一纸命令，死守上海最后阵地。这最后阵地就是4行仓库。谢晋元奉命率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，掩护部队后撤，战斗很快打响。谢晋元写下遗书：晋元决心殉国，誓不轻易撤退，亦不做片刻偷生之计。在晋元未死之前，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，与一枪一弹，亦必与敌周旋到底。1日凌晨，谢晋元率部进驻4行仓库，为掩护大部队撤退，奋勇与日军激战4个昼夜。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他们打退敌人10多次疯狂进攻，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其实当年坚守4行仓库的只有1个营的兵力。为迷惑敌人，谢晋元扬称有800人之众，这一英勇奋战的事迹为人传颂，被称为800壮士。1941年4月，谢晋元在孤军营中被日伪收买的叛兵刺杀，时年36岁。今天这封家书的收信人是张平洲，谢晋元的连襟，是谢晋元于1937年10月18日在淞沪会战前线写给连襟张平洲的信。谢晋元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淞沪会战已进行了2个多月，大厂防线刚刚失守，仅时隔8天，谢晋元便接到了坚守4行仓库、掩护部队转移的命令。因此这封家书也是谢晋元在生死决战之前对家人的殷殷嘱托。面对战斗之惨烈，战局之艰难，谢晋元以泰山鸿毛之训，早已了然于胸，故常处境危难，心神一决太焉的大无畏精神，表达了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愿为国家民族牺牲生命的决绝之心。谢晋元在信中还充满了对妻子家人的安危挂念，他请张平洲转告妻子，在家照顾好家人，绝不能轻易离开家中，自己会尽力设法接济，对家人的关心跃然纸上。平洲五兄9日逝夕，昨日上寒亮打。沪战2月，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，其数达5万以上，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念万以上，线上源源增援中。以现实观察，沪战纵有些微变化，绝无碍整个计划，悉是念可也。第10年来饱尝忧患，一般社会人情世故影响于个人人生观认识极为清楚，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，故常处境危难，心神一决太焉，望勿以地个人之安危为念。围城在目前环境下绝对不能来汉，
如蕉岭有危险，汉口则不可以言语计矣。抗战绝非短期可了。汉口商业中心更非可久居之地呀。倘围城属个人行动，自叫便当。以今日而论，幼民子弟绝不能片刻无人照料也。望速将地役转至围城，不论如何，绝不能轻易离开家中。切盼皇都情形如何，此间何无所知，当加注意。款项只要可以寄去，必尽各种方法遵命汇去，勿念。岳母抵汉后，想因店铺放弃而内心不安。五兄经济情形若何？倘有困难，悉函之，以便设法接济也。第一物此间购买方便，望勿麻烦可也。敬注：东齐岳母大人以次进寇安好。中营地10月18日。站在苏州河畔，凝望四行仓库，累累弹痕默默地诉说着800壮士血汗山河的英勇，潺潺流水不断地奏响抗战救亡的激昂旋律。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！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，四面都是炮火，四面都是豺狼，宁愿死不退让，宁愿死不投降。